其实刚开始在做庙台湾的时候，我人还没有在这里，那时候我还是台湾的。那个时候就有在跟一些英国的音乐人跟制作人有一些联系然后他们都很喜欢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要问我说你在台湾，你在亚洲做的音乐长什么样子？就你们亚洲人的音乐长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你想现在不论是华语流行还是西洋流行，是日本、韩国也好，那90%以上都还是西洋音乐元素所组成，大家都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嘛，对不对？那钢琴嘛、小提琴嘛、吉他嘛、贝斯、鼓嘛，就是这些，那都是西方音乐元素，这些都是从莫扎特跟贝多芬那个时代就有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东方人像我们，我们并没有弹钢琴，也没有在拉小提琴，我们弹的是古筝，我们拉的是二胡。但是这些东西，在现在的华语流行音乐也并没有就是多大的比例是有保存下来的。当然有很多很棒的华语音乐人，像周杰伦啊、五月天啊，他们都有做一些中国风的歌曲嘛，都是很棒的作品。但是对西方人来说，他们是不会听周杰伦，也不会听五月天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不懂中文啊，就跟我们很多人，我相信很多台湾人也不会知道 David Bowie 是谁，意思是一样的嘛。那我们要如何把这些文化带给和我们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很简单，就是从他们习惯、熟悉跟能够接受的事情下手，所以才从 cover 歌的这个角度出发，而且我们只 cover 非常知名的英文歌。那如果对一个西方的听众来说，他能够听到熟悉的旋律，或者是他能够听得懂歌词的话，他才有办法去接受我们之后在作品里面想要给他看到关于文化的 image。如果他对于这整首歌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也听不懂的话，那3秒钟就关掉，你这里面放什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一开始才会从 cover 歌的角度出发。那庙台湾这个团队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所有任何一个人，不论是做音乐、做影片的，或者是小李哥，或者是千祥事故等等这些和我们合作的单位，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因为庙台湾赚钱。我们都是无偿的付出自己的时间跟精力，还有技术在推广庙台湾这件事情。文化这件事情之所以要保存的，我有一次在做第2集。YG 过气的时候，我印象之深刻。那时候跟绝响乐团，他们是很棒的传统音乐的演奏家，他们都是国家级的，在国家音乐厅表演。那时候在跟他们讨论编曲的时候，我听他们就是我文场跟武场，文场就是丝竹，然后武场就是打击。我听他们在沟通所谓调式跟音阶还有节奏的时候，我完全听不懂，100%完全他妈的听不懂他们讲什么。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惭愧，非常的羞耻，这其实才是我应该要知道的东西。我自诩为是音乐人，从小学音乐长大，这才是我应该要知道的东西。但是我是学钢琴长大，我是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我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我是讲台语长大。我爸妈跟我阿公阿嬷都是讲台语，我阿公阿嬷甚至不太会讲中文。那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就想哦，台北有多少小朋友像我这样从小学钢琴、学小提琴长大，但是从来没有看过南北管演奏，从来没有看过戏曲演奏。我说就是真的看过的，有多少人是这样？那又有多少小朋友是学英文，从小学英文长大，但是不会讲台语？我跟你讲，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在台北这个地方，会讲英文的人会超过会讲台语的人。这其实是件很可怕的事情，而且很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文化保存这种东西，平常不会有人做啊，因为他赚不了钱啊，除非政府补助你嘛。你说文化怎么赚钱？那其实这个庙台湾已经让我够惊讶，就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参与我们或者加入我们，然后愿意让这件事情能够让更多人看到。其实我已经对这件事情我已经感到很骄傲，而且很满足。那其实你问我说，庙台湾这件事情，如果到最后它的目标是什么？我能说，对我来说，庙台湾这件事情到最后对我来说就是自我价值的认同啊。今天在伦敦生活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城市什么文化背景、什么肤色、什么宗教信仰的人都有啊。到最后你就会在想，当有一个人问起你的文化、你的信仰，
你的音乐、你的舞蹈、你的戏剧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他们？我只希望在他们问到我有一个外国人问到关于亚洲人的音乐的时候，我可以很骄傲的给他听妙台湾，然后告诉他说这是亚洲人的音乐。因为我不可能给他听南管或是北管或是戏曲，他听不懂啊，你也很难以跟他解释这样的历史文化跟背景啊。对啊，所以我们才想说用妙台湾这样的手段，就是让这些很深层的文化的东西能够让比较表层，让比较一般的人能够接受，比较有机会去理解，比较有机会去接触到，所以才用 cover 歌的方式来切入。想你的时候，我会拨通电话，简单的问候就能彻底诉说我的牵挂。秋去冬来，今晚的夜最长久，感觉非常短。窗外寒风吹着，担心感觉非常暖。用1碗汤圆弥补思念的缺憾。接下来募资这件事情也要讲一下，就是其实募资算是个实验吧。首先就是如果真的好死不死运气好，募资到了就通过的话，我们就有些资金可以让妙台湾进行更顺利。你们出去搭游览车吃便当都是要花钱的，自掏腰包，其实音乐人也是没有赚多少钱，很可怜。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想要知道，像是文化意识这样的东西能够引起台湾多少的关注，应该这样说。因为现在这个大网红时代，大家跟随的是特别或者好笑或者新奇或者奇怪的东西，他们不太会跟随这些像是文化需要花时间去了解、去思考，你才会知道它内容是什么的这个东西，比较难以让人家关注啊，应该这样说。所以我想说，透过募资的方式，也可以知道台湾人对于这种文化认同的东西，他们的感知的程度有多少？因为文化这种东西很现实啊，你有它，你有文化，人生不一定会过得比较好，你钱也不一定会赚得比较多啊。但是你没有文化的话，你也饿不死啊。台湾人对于这种东西来说，相对是相当无感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变成钱嘛。就是亚洲人对于能够变成钱的东西是比较有兴趣的啊。所以文化这样的东西，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就知道，这本来就很困难嘛。那但是要不要做？如果有一天你在这个世界上发现台语是一个已经灭绝的语言，你不会很难过吗？就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新卡北类是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这不是很难过吗？所以就是多多少少，我只希望能够透过妙台湾保留甚至1%、0.5%、1/1000也好，能够保留任何一点点文化在这里面，我都能够感到满足。那其实最重要就是刚刚讲到关于自我认同这件事情，如果到最后当一个西方人问起你亚洲人的音乐的时候，如果妙台湾能够让你觉得骄傲的话，这就是让我最大的满足跟骄傲。